一句觉得股市情绪太热和一篇呢未证实的增水小作文，直接导致了韩股的熔断，存储大跌。全球存储三兄弟当中的三星跟海力士呢都暴跌了10几个点，也引发了美股科技板块的全面下跌。大跌过后，美股今天会有短期反弹的机会吗？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ie。最近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了纳指的日线不具备呢进场的机会，等选择方向之后再操作。在超短线上呢 ，Josie 也在周一开盘之前及时的让大家呢止盈了，成功躲过今天的大跌。那么止盈的学员呢，几时能进场呢？AMD、美光以及英特尔呢都跳空下跌，是否又是一个低吸的机会呢？如果您现在呢也在关注这一些美股问题，可以订阅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一起学习美股知识。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24号，我们视频的主要内容会给大家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一下大盘的行情解析，美股果然下跌，日内的反弹机会又来了吗？这个是第一个部分要给大家去讲到的内容。那第二个部分呢，讲一些热点股票的一个解析，一个是特斯拉，一个是英伟达、AMD、美光、HOD、英特尔，以及一个学员问到的黄金跟 ARM。那如果手上有股票，但是 Josie 没有跟大家讲到的话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 Josie 留言。老规矩，先赞后看，股市长望。接着我们进到今天正式的内容。首先第一个来看的话，是整一个纳指的日线走势图。纳指的日线我们是不是一直给大家讲，它在日线上不具备呢进场的机会，我让大家呢一直在等待啊。这里不是说我现在才马后炮给大家去讲啊。我们来看一下，在6月18号的这一期行情广播当中，当时呢这一个纳指还在这里回补缺口，我就跟大家讲，它是盘中回补，收盘收了回去，说明缺口的支撑不错，这里呢会震荡一下，但是日线上还没有出现止跌的信号，所以日线级别呢再等等。这里是第一次给大家去讲到的，在这一天开盘之前就跟大家说再等等，它会震荡，但是呢没有选择方向。为什么会给大家去讲？因为当时其实纳指到目前为止啊，它一直有一个形态啊，前期已经给大家讲过的，就是这一个头肩顶的形态，到目前为止它其实呢还没有解除的啊。它如果说跌破了颈线的话呢，那么它会形成一个非常标准的头肩顶的一个形态，接着再往下去跌的过程当中，在6月22号，当时它还收了一个阳线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它呢日线呢在选择方向啊，包括飘带呢也是呈现一个走横，说明多空双方在选择方向。空方带向下拐头的话呢，那么方向选择向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调整的幅度呢不会小于月初的这一波调整，那么等调整下来了之后呢再进场。第二种的话呢，是它横盘之后转为多方带，它呢会开启这样的单边上涨行情，那么它就会呢值得大家去期待。所以日线级别上呢，我会等方向抉择完之后再去操作。已经非常明确的跟大家讲，涨了我也让大家说呢在这里等等，跌下来我也跟大家说了再等等。然后有些学员就会觉得呢，你等到方向抉择了之后呢，黄花菜都凉了。但是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呢账户的安全比赚钱更加的重要，也就是说我宁愿少赚一点，我也得保证我账户的一个安全。你在它没有出现明确的，假设说你看到这一天哇收了一个2%的这一种大阳线，你要是在这里敢进场的话，接下来干嘛？连跌2根大阴线，今天还是一个跳空下跌，你会在这里就亏钱了。你说呢？今天大跌完之后，纳指会不会有反弹啊？我觉得很正常啊，它在这里要反弹一下很正常，但不代表说它的日线就已经出现机会，所以起码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日线级别上还没有具备买点，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的话呢，什么时候我会再去参与呢？纳指的这一个操作？要么呢突破买，要么回调买。今天美股的下跌是因为呢被韩股带累的一起呢往下去跌的并不是说呢美股的基本面出现问题啊，或者有什么利空政策，它其实没有呢。更多的呢是韩股当中的三星、海力士等等拖累了呢市场对于存储的信心，然后的话才跌下来的。所以它在这个位置要有震荡，我觉得比较正常。那么现在的话呢，刚才讲到的2个买点。
要么它继续的往下去跌，跌到哪里？我往下的这一个空间当中，我觉得第一个比较不错的支撑的话呢，它可能会去到哪里？去到这一个缺口以及蓝烛下沿的位置，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大概来讲，在25,210.47的这个价格，它如果说跌到了这里之后，能出现一些常见的止跌的迹象，比如说带有长下影线的这样的 K 线，比如说低开之后呢高走的阳线，或者呢它在这里出现我们讲到的反包 K 线之后选择向上，或者出现的是这样十字星的变盘信号等等，那么就说明了缺口的支撑它是有效的，它可能会在这里选择变盘，那么可以选择在日线上这里可以进场。那相反，如果它没有跌下来，它是大力出奇迹的，在3天之内呢，这种情绪就已经完全的被修复了。怎么样看它的一个修复呢？它的这个缺口呀，有没有在3天之内给它进行回补？如果它可以在3天之内收到实打实的阳线，把它给补上了的，那么也说明了行情呢又重新回到抉择方向的一个阶段。那我就觉得呢，它可能抉择完方向之后，假如真的像我们讲的，它的这个飘带呢转为这个多方带的，那么它还是那句话啊，它可能就会变成单边的这个上涨。没有出现这种境况的，那我希望大家呢可以再等等。所以对于美股的话，要么呢它就给我往下再去跌，跌到一个足够便宜的价格的时候，我们进去进场；要么呢它就是特别的强势，明显的就告诉你我接下来要开启单边的上涨，那我们可以去进场。两种都没有出现的话呢，我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再等等，不要着急去操作。这个缺口上沿是在26,125.48的价格，3天之内收到实打实阳线给补上了的，那么市场当中的情绪就已经修复完毕了啊，那它可能就是干嘛？有可能会转为单边的上涨，那我们到时候再进场。为什么 Josie 呢一直给大家去讲再等等再等等啊？除了刚才讲到它在这里呢在抉择方向，它还是一个头肩顶酝酿形态之外，它在指数上呢它还出现了顶部背离。你可以看一下啊，到目前为止纳指仍旧没有创它5月31号这一天的一个高点，到现在为止它都没有创出新高，反观道指它是已经创完了新高了。所以两个指数在这里它是已经出现了明确的顶部背离的一个信号，要么呢道指拉着纳指干嘛创新高，然后打开上涨空间开启单边行情，要么它在这个位置当中它就干嘛两者选择向下，因为顶部背离它是会容易下跌的，所以从指数之间的背离上去看，现在也不是一个合适的去抄底的位置，所以再等等啊，最好它往下再去跌一跌，跌到一个合适的价格之后呢，我们再去进场。OK， 这个是讲到的纳指的日线啊，当然日线上不能去操作，不代表呢你在日内也不能操作。日线上不能操作，仅仅是因为你根据日线去买卖的话呢，你可能就左一巴右一巴，你很难去赚钱，甚至呢你还很容易呢亏钱。但是日内的话呢，它的一个操作就会比较好操作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日内，我们一般讲日内的话，一般会看到的是它的60分钟图或30分钟图啊 ，Josie 用的是比较多的。那么对于纳指这一轮的一个下跌，如果说你是有在我们行情广播里边的，因为我们每一个铁粉的话呢，都有1个月的行情广播的体验。那如果是内部学员的，那可能就一直呢在我们行情广播里边学习。那我们看一下啊，在6月22号的这一期行情广播当中，基本上每天啊没有特殊情况，都会在5到6点的时候呢，给大家去讲美股的这一个美股的操作策略。我们看一下，在6月22号啊周一开盘之前，我就给大家去讲到了啊，目前还是以超短线的30分钟图跟60分钟图为主，已经进场了的，你关注60分钟图，它反弹了，已经触及到空方带的位置，并且黄烛状态未确认。内部学员，你给我关注黄烛的信号，它在这一个位置当中，如果说继续黄烛的，你给我拿着。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的话呢，你就先止盈离场，因为内部学员他是可以用到我们同样的软件的啊。那其他的学员你就给我关注呢它的一个结构啊。如果说你可以打开这一个图，你会发现当时的话呢，纳指在这里还是一个上涨结构几，上涨结构6，还是一个上涨结构当中的。
你就根据呢上涨结构，如果说它的这一个结构消失不见了的话呢，那就说明我们在这个位置多方走弱，那就说明了多方走弱，我们在这个位置当中可以选择离场。但是没有消失不见，你给我拿着，等待9号 K 线到了之后呢，确认是中继9还是高位9之后再说。但是比较遗憾，周一开盘的时候，在第一根60分钟图第一根收盘的时候，它已经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了，那就意味着一件事情啊，它60分钟图上的学员是不是在这里你应该止盈离场了？哪怕说我没有黄烛信号的，你看到它的结构消失不见了吧？那是不是也得选择在这里止盈离场了？那你止盈离场完之后，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就是跌下来了之后什么时候去进场。所以盘前昨天大跌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60分钟图上它的第一根 K 线已经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并且上涨结构消失不见，所以短期的学员在这里应该该止盈就止盈了吧？现在考虑的是几时进场的问题。60分钟图已经出现机构低吸信号，并且下跌结构期当时是在这里结构期了。内部学员你给我关注蓝烛信号几时消失不见，收阳线突破高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进场。因为它盘前大跌，纳指100的期货已经出现了价格便宜，并且龙头引力出现聚宝盆了。如果开盘大跌，估计能带着纳指的60分钟图也能出现价格便宜的信号，出现了没有？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内部学员你给我关注这一个蓝 K 跟白 K， 其他学员你给我关注呢下跌结构9，它会不会是一个底部9结构？这里是我们在盘前之前2度给大家去提醒的。你要是在周一盘前看到我们行情广播，选择在这里止盈，那么今天的下跌，周一下午盘的下跌，以及今天的下跌都跟你没有关系吧？所以如果有关注的，那现在来讲我们要考虑的什么时候要进场的问题。要注意的一点，下跌结构9的话呢，它是没有进行突破它的高点的，所以这里不是一个进场的信号，要注意一下啊。它不是一个底部9，所以其他的这些学员关注一下它的9号 K 线，目前来讲呢，它没有突破，所以不具备买点的机会。但是内部学员关注一下，现在重新出现价格便宜的一个信号，现在是下跌结构1，它继续的白色 K 线继续的价格便宜，那我希望你们可以继续的等待，什么时候像前面这个位置一样，白色 K 线消失不见，收阳线突破确认了，那么这里就是一个进场点，不然的话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再等等所以已经离场的学员关注一下啊，什么时候白色 K 线消失不见，收阳线突破，那么这里就是一个买点的一个信号，我们可以考虑进场，不然的话再等等。OK， 这个是讲到的纳指，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话呢，就是标普500。标普500的话，我们前面是不是跟大家讲过，它在这里出现的是一个反包阳线的信号，反包阳线出现完之后，以阴线的高点作为我们进场的一个标志，收阳线突破阴线高点，我进场，它没有收到阳线突破呢阴线的高点的，那就说明它不具备买点的机会，你需要再等等。这里是不是一直给大家讲的？所以你看一下，它从这里出现反包阳线到现在，有出现过阳线突破它的高点吗？是不是没有？所以标普500在日线上，它也不具备买点的机会，所以你就不会在这里轻易的被骗线。目前来看的话呢，它今天也是跳空下跌，出现了一个十字星十字星本身来讲，它算是一个呢变盘的这一个信号，变盘它有可能向上变盘，也会呢有向下变盘的。那么对于标普500的话，日线上如果说你一定要去做的那你起码等它一根阳线突破十字星的高点大概这一个十字星高点是在7424.17的这个价格。如果说你一定要去做的，你最少等它收一个阳线突破呢十字星高点之后，选择一个向上变盘，那么我可以选择在这里进场。没有出现这样的信号的，那我希望再等等，它还有往下继续去调整的空间。那么往下调整的空间当中它大概来讲，第一个关键的价格应该把它放到蓝烛的低点的位置，大概来讲7265.93。它如果能在它跌下来了之后，能在呢蓝烛低点的位置出现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一些见底的形态的，那么这里它日线级别上会有一波反弹的机会。
但相反啊，它跌下来，跌到这一个蓝烛低点的这个位置之后，它没办法撑住的，那么它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头肩顶形态，而且它是跌破颈线位之后形成的头肩顶，这么大级别的一个头肩顶，起码来讲，它的一个跌幅啊，绝对不会少于2周，所以在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的话，刚才讲到的进场点一定是收阳线突破了十字星高点之后，你再去考虑。第三个关键的价格就是它缺口的位置，看一下能不能在3天之内给它进行一个回补。它大概来讲是在7460.01，3天之内能把它补上了的，那说明呢它在这里相对还是比较不错的啊。那就说明呢，市场的情绪修复完了，那它呢会重新的恢复到呢短期的这种震荡行情当中。当然，如果3天之内它都没有补的，那基本上它就会开启这种调整，直接到蓝烛的位置啊，它这里有支撑啊，不代表说它只能跌到这里，也不是说呢这里100%就能跌到，只是说从现在的价格往下去看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比较不错的支撑，它就在蓝烛低点的价格。OK， 这里是第一个部分给大家去讲到的内容。那如果看到这里觉得有帮助的话呢，记得帮 Josie 点赞。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首先来看就是英伟达。英伟达跟特斯拉我已经讲腻了啊，短期来说不具备呢操作的机会，因为性价比不高啊，这里已经讲腻了啊。你会发现市场涨的时候它不涨啊，市场跌的时候它跌得比谁都要快，今天也跌了 4.13% 的啊。虽然没有美光啊，包括像这一个英特尔跌的那么的多，但是它前面是没有涨的，人家起码是前面涨过一波，现在的话呢只是利润回吐，它是直接干嘛跌下来的。所以对于英伟达日线上来看，目前仍旧不具备呢止跌的一个机会，现在还是下跌结构刚刚开始的位置，目前是下跌结构2，所以日线上去看啊，你一定要去操作的还是那一句话，再等它出现止跌信号之后再说啊，起码你可以像它前面这里一样，它给我出现这一些相对比较不错的阳线之后再进场，我觉得会更加好。英伟达目前来看还没有具备进场的机会，我希望你们可以再等等。那么如果英伟达往下去跌的情况下，哪些会是比较不错的价格啊？我觉得第一个关键的价格啊，缺口的这里啊，其实这个缺口跟 0.618 的价格比较相近啊， 0.618 大概是在191块8毛8，缺口的位置的话呢是在189块6毛6到190块7毛7。英伟达它可以一路给我跌到这个价格附近的，那么我会觉得这里反而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低吸的价格，我们可以考虑在这里进场，因为它跌到这里了之后，它会远离飘带，那么远离飘带，它的一个反弹空间就会比较不错，它离飘带越近，反弹的空间越有限，那我们就没必要去操作它了啊，除非它能一路给我跌到缺口附近的位置，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在这里呢去进场，没有跌到这里的，那我们再等等，这是第一个，它低吸回来去买。那第二个的话呢，缺口上沿啊，207块7毛2，它如果能在3天之内给我收一个大阳线，把它给补上了的，那说明呢，它在这里由弱转强了，那我们可以去进场，像它前面这里一样，前面这个缺口不能进，这个缺口不能进，这个缺口3天之内回补了，那可以进场了啊，除非它的这个缺口可以像这里一样，那我们可以进，那不然的话呢，我们等回调下来之后，在一个合适的价格再去接它。这里是讲到的英伟达的日线，那如果说我一定要去做的啊，那你看一下60分钟图吧，啊，你就说一定的，因为它的60分钟图上目前正在干嘛？出现价格便宜的信号，它其实在这里有出现过一次，但是的话没有突破白色 K 线的高点，不具备买点的机会，所以又继续的往下调，目前又再一次出现价格便宜的信号，而且下方的话呢有在酝酿去保盆。你看一下英伟达上一次起来的时候，它的这个底部也是干嘛？出现机构低吸，并且呢有聪明钱在这里抄底完之后，它60分钟图上有一波相对比较不错的反弹机会，但是的话只有60分钟图有机会的，那么日线没有机会的话，它只能做一下反弹。
所以你一定要做的啊，你又看60分钟图，它在这里能不能呢价格便宜确认。第二个的话，它现在正在酝酿聚宝盆形态，能不能像前面这一个位置一样，如果说它能酝酿成功，再结合呢价格便宜信号，那么这里就是我们60分钟图啊它的一个建仓买点的形态，那我们可以考虑进场。这里没出现的，我们就建议大家再等等。好了，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特斯拉跟英伟达呢同样的遭遇啊，就是不具备呢短期操作的机会，我就觉得它性价比真的不高，除非它能再往下去跌一跌，跌到相对比较合适的价格，那我呢可以跟大家去讲，可以去进场，不然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再等等。目前上去看，它今天往下去跌的时候呢，跳空下跌，然后收盘价最后呢是收在了 0.618，381块6毛1啊，跟这个价格一模一样，一分不差啊！这一轮跌下来真的很神奇，它就直接跌到了 0.618，381块6毛1，今天收盘381块6毛1，一分不差，在这里止跌了。上一次的时候也是跌到这个价格止跌的，但是上一次它有出现了机构低吸信号，但这一次的话它没有出现，而且日线上目前呢也没有出现明确的止跌信号，所以再等等，它最少啊，它给我来一个阳线，而且必须是个中大阳线，涨幅呢大概来讲到2到3% 以上的这样的 K 线，那么你可以考虑在这里去做一下反弹，不然的这一个情况下啊，说明它这里只能止跌不能启动，那不能启动的话，它可能还会继续往下去调的。所以对于特斯拉的话，现在呢有 0.618 的支撑，但是的话没有出现止跌信号，所以你一定要做的，等我刚才讲到的中大阳线出现完之后，你再考虑去进场，我觉得会更加安全一点点。所以对于特斯拉啊，支撑上381块6毛1确实有支撑，但是得等止跌信号进完之后再去进场。第二个关注的价格，它的一个缺口能不能3天之内被回补，这个是特斯拉的日线。但是呢，比起它的日线，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更加关注的一个周期，我觉得是在它的60分钟图上。它在前面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其实就我们讲到的建仓买点的一个形态，然后起了一波之后，开始呢就震荡下跌了。现在再一次出现机构低吸的信号，也出现了下方呢在酝酿聚宝盆，但是还没有酝酿成功。第二个，它还没有转为呢这个做多，所以再等等啊，最起码60分钟图上想要进场的，它得由机构低吸转为做多，甚至于呢没有蓝烛信号的学员，它是一个9号 K 线，看一下它能不能是一个底部9结构啊？底部9结构怎么样去判断？它给我收一个阳线，突破9号 K 线的高点382块09的，那你可以选择在这里进场。它没有出现这样的信号的，那我希望大家呢可以再等等，说明它连60分钟图都没有出现机会，那日线级别就更不要说了。所以要进场的学员啊，你就看一下，要么机构低吸转为做多进场，要么呢收阳线突破9号 K 线的高点啊，形成一个底部9结构，你可以进场，两者都没出现的，那你就再等等。OK， 这个是讲到的特斯拉。当然大家呢也看到了，美股今天的一个大跌是给市场呢泼了一波冷水的，然后很多学员，我早上一看到啊，一堆学员给我留言，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样去操作这个市场，我该怎么办？那么在这里呢，跟大家去讲一下，我们会在本周呢开一个系列课程啊，叫美股财富新篇章。那么这一个课程只会在我们内部的平台当中给大家呢去进行这个教学，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参加的话呢，你去找助理呢去报名。在美股财富新篇章的系列课程当中，正式的这个课程主要有2节啊。第一节的话是在香港时间的6月25号上午10点钟，也就是周四的上午10点钟的时候，会给大家去讲趋势觉醒，抢占财富先机，一定呢要顺势而为，而不是逆势而为。那第2节会在香港时间周六上午的10点钟，给大家去讲稳中求胜，打造制胜法则。稳中求胜的意思就是你去操作的时候，保证了你账户的安全为先，之后呢我们再去赚钱。所以这里呢会更适合那一些就是相对偏保守的学员呢去学习的这个课程。这里是我们的主课程，那除了主课程之外呢，我们会在呢美东时间的周2、周3、周4的上午9点半的时间，也就是开盘的这一个时间啊，大概来讲会有给大家呢一个30分钟的美股早盘课，
主要给大家去讲当天的股票的一个操作策略，以及呢市场的一个盘面的情况。这个是我们辅助的课程，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参加的话呢，你可以点开我们的描述栏，然后找助理呢去报名。接着我们继续看其他的股票。其他的股票首先来看的话是 MD 啊。MD 今天也是受市场的一个拖累，然后跳空下跌最后好就好在它还收盘价收回去了一点，收到了一根呢假阳线的一个形态。我们前面跟大家讲的是以呢9号 K 线呢，我们前面跟大家讲，就是它突破这一根9号 K 线的时候呢，一定呢要再来一根阳线去确认突破有效，因为前面它有过一次了啊。这里你看一下，它就是突破它前期的高点之后，没办法呢进行一个企稳，形成了一个假跌破之后呢回调下来的。现在也是一样，就是突破了它的一个前期高点之后，我还跟大家讲，它必须要再来一个中大阳线去确认了突破有效之后呢，它才有可能会打开上涨空间。然后就跟前面一样啊，刚讲完第二天就直接跳空下跌，它在这里是刚讲完第二天来了一根大阴线，然后回调的时间你看一下，然后回调的空间还都是比较像的啊，都是回调了大概在500块钱左右的位置，然后在这里止跌的。那如果说呢，我现在已经离场了 AMD 的，那我会建议你等美光的财报呢，包括 PCE 数据出来了之后呢，你再去考虑呢去进场，我觉得会更加好一点。那相反，我还没有离场的，我现在还在里面的话呢，我该怎么办？那么还在里面的话呢，会给大家呢2个策略。第一个策略的话呢，它现在是一个上涨结构吧，看一下啊，就是它呢在看一下它在周三的收盘能不能收在5号的收盘价之上。如果能收在5号 K 线收盘价之上的，那么它在这里会走出一根9号 K 线。判断一下这一根9号 K 线，它是一个中继结构还是一个高位结构？怎么样去判断？它是收阳线突破呢9号 K 线的一个高点的，那么它就是一个呢中继结构。中继结构有什么用呢？中继结构就会像这里一样啊，收阳线突破它的高点完之后呢，它还有一波49结构要走。相反它在这里如果说没办法呢收阳线进行一个突破它的高点的，像这里一样，它没办法突破它的高点的，那短期它就要回来了。那这种就叫做高位9结构。怎么样判断？收阴线跌破9号 K 线的低点的，而且必须是实打实的阴线。你看像这里一样啊，它是一个假阳线，算真正的跌破吗？其实不算的，一般来讲应该是呢实打实的阴线跌破它才算的。你比如像这里一样啊，这一天它的一个收盘其实是已经跌破，但它呢是一个假阳线它反而没有形成下跌，后边呢又再一次创了它的新高的，所以已经在里面的。我希望你们就是可以再给它一点耐心，看一下这一根9号 K 线出来之后，它是一个中继结构还是一个高位结构？它是个中继的，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拿住；它是个高位的，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没办法了该减仓的学员，那我肯定呢要在这里选择减仓。但是还是那句话MD 它今天跟美光包括英特他们虽然都下跌，但我个人的观点是长期逻辑仍旧没有变，我觉得跌下来呢它仍旧会是一个机会，我觉得大跌呢大买。OK， 这个是第一个方面要给大家去讲到注意的点。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呢讲2个呢关键的价格。第一个关键的价格的话呢，缺口上沿的位置大概来讲535块7毛1的这个价格，看一下能不能在3天之内回补像前面它也有出现过下跌缺口像这里它的这一个下跌缺口之后3天之内迅速回补的，那么这个缺口就没有问题。它是一个空方弱势多方强势的反攻缺口，那这个缺口它没问题。当然相反，假设说这个缺口说3天之内它都没办法进行一个回补的，那么它就会成为一个下跌行情的启动缺口，那我就要注意风险，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的话呢，就是防守位防守位的话呢，我会把它定到了假阳线的一个低点，也就是今天的低点的位置，大概来讲506块8毛1。它没有出现9号 K 线，而是呢上涨结构消失不见的直接来一根阴线跌破我们的假阳线低点的，那就说明它在这里可能要走弱。那我会建议大家呢，在这里我们先减一下仓。
留一点点底仓啊，等回来了之后呢，我们再把它给接回来就行了啊。OK， 这个是讲到 AMD 的操作策略。那接着再给大家去看一下，如果说 AMD 往下去调的过程当中，哪些有关键的支撑在这里啊？记住，只是说它在这里有支撑，不是说它100%会跌到这里。第一个关键的价格的话呢，可能是在 0.191 的这个位置，也是呢缺口的中沿的价格。大概来讲呢，是在 0.191 492.3块的价格。我是觉得啊，假设说它出现的是一个高位就往下去跌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它应该 hold 不住啊，它应该还会继续的往下去探一下，往下去探到哪里？去探到这个缺口的支撑才是相对比较正常的。所以一旦呢跌破我们讲到的我们的止盈位，或者呢它的这个9号 K 线确认呢是一个高位9结构的时候，它往下调整的空间会相对比较大。你们要注意一下啊，就第一个价格比较好的支撑在492块钱附近，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一轮的一个低点的价格啊，这里应该来讲支撑的价格也还比较不错。OK，AMD 的几个关键的价格就给大家讲完了，那接下来再给大家去看一下它的60分钟图啊。假设说我做日内的啊，然后我已经离场，我现在想重新去进场 AMD 的话，可以怎么样去进场？看一下 AMD 的60分钟图，目前来看它是已经转为空方带，你看一下啊，它在这里有一个变字，就说明了它已经由多方带转为了空方带。那第二个的话，关注一下它在尾盘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什么形态？出现了一个连阴踢量的形态啊，它在这个底部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连阴踢量起来的，包括这一轮的底部这里，它也是一个连阴踢量起来的。现在呢，重新出现了一个连阴踢量的形态，但是它还没有确认，怎么样去确认呢？它必须给我来一根阳线，突破呢连阴踢量当中第3根 K 线的阴线的高点，大概来讲521.5块，它能收一个阳线进行一个突破的，那么就说明它在这里干嘛？60分钟图上具备日内进场的机会。那相反，没有出现一个阳线突破它的高点的，那就说明它在60分钟图上还没有具备买点，那我们就再等等，好吗？ OK， 这个是讲到的 AMD，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美光。稍微来讲就是也是受人家的拖累啊，在财报来临之前，突然间呢有一个这么利空的一个消息，然后引发着整一个美股的存储啊，包括芯片啊、半导体全部下跌。有学员问到像这样的下跌能不能去避免？其实这种是避免不了的，因为它属于一种黑天鹅的事件。你哪能想到韩国呢突然间会觉得现在的股市涨得太多了啊，我需要人为的去干涉一下，然后整一个大盘直接熔断，三星跟海力士暴跌10个点以上，拖累的呢美光也今天暴跌了啊。我们前面是跟大家讲过，以这个缺口作为一个防守位啊，要谨防呢这个缺口形成一个呢3天回补的缺口，变成一个诱多缺口，但是根本来不及，直接跳空下跌，把这个缺口就给回补了。所以这种呢是属于你根本就没办法去避免的。那回到现在的美光身上啊，在财报的前一天，假设说你已经呢就是离场了美光的，那么我会建议大家呢，等美光的财报出来之后呢，我们再考虑去进场。如果说它是符合大家的预期的，那它也不是说一天能涨完，它后边可能呢还会有行情，那这个阶段我再去进场。那相反，我现在还在美光里面的，我要不要去离场了呢？那我会建议大家看一下，因为现在的美光它现在是一个上涨结构吧啊，只要它今天的收盘价收在5号的收盘价之上的，那么它在这里它就会出现一根9号 K 线，判断一下这一根9号 K 线它是一个中继9结构还是一个高位结构一样的，它假设是一个中继结构的，那就说明它还有继续往上去涨的空间，那你可以拿着。它是一个高位9结构的，那没办法，该止盈的学员呢肯定还是得止盈。但是还是那句话，对于美光啊，我是觉得呢大跌大买的，就真跌下来，而且能跌到足够空间的情况下，一定呢是进场的一个机会啊。这里是先跟大家讲到的点，所以你现在还在里面的，你就等9号 K 线出来之后去判断一下它的中继还是一个高位的问题。那关于它的财报的话，目前来讲需要重点去关注的有哪些数据啊？一个的话呢，美光的营收有没有超市场预期，毛利率是否有所改善？第三个，
HBM 的需求是否依旧强劲？第4个 AI 服务器的订单是否能继续的延续到2028年啊，或者2029年等等？因为它的排单数据已经把27年啊，包括28年等等都已经给排单出去了。看一下这一个排单的数据，它能不能继续的延续？第5个管理层的指引是否呢会乐观啊？这5个条件它都必须得大超市场预期。那么美光呢，它这一次的财报它才可能呢会有上涨的机会。不然的情况下，那么美光它在这里稍微来讲还是比较危险的啊，因为它前面毕竟也涨这么多，但凡有一个没有符合市场预期的，那么对于美光的财报来讲都不是好事，它可能就得往下去调了。所以没有进场的学员，我会建议大家等财报出来之后呢再去操作，我觉得会更加好一点点。或者说你看它的日线再去操作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那么我会建议你们呢，你看一下60分钟图吧，因为60分钟图已经出现了机构低吸的信号，没有转为做多啊。上一次它在这里是机构低吸做多完之后涨了这一波的啊，虽然基本上都快回吐回去了啊，瞄了一眼，反应快一点的啊，可能还能赚一点；反应慢一点的，估计来讲这一波短期行情都快已经回吐回去了。那么现在如果说你想要去进场的，你就根据它的60分钟图，60分钟图有机构低吸，而且是一个下跌结构期啊，不是结构吧，是一个下跌结构期。要么你就等它机构低吸转为做多去买，要么你就等它干嘛跌到9号 K 线之后，然后确认它是一个底部9的时候你再去买。两者之间没有出现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再等等。所以对于美光想要进场的，你就看它的60分钟图。OK，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英特尔。英特尔来讲，今天也跌啊，也跌了多少？跌了6.14%啊，但稍微还比较好的点啊，它没有出现下跌缺口，它其实今天出现了啊，但是盘中呢，它是把缺口给补上了的啊，最后呢，它是反跌回来，收盘价是收了一个假阳线。但好歹呢没有出现下跌缺口，我觉得应该已经算是比较不错了的啊。那对于英特尔的话，前面也跟大家讲了，它在这里出现黄烛的信号啊，看一下这个缺口会不会3天之内再回补。但好在它今天啊盘中回补，它不是收盘价去回补的，可以暂时再去观望一下啊，能不能呢重新的收阳线，给我站回到缺口之上。所以有的学员，假设说你现在还没有离场英特尔的，操作策略跟美光一样，现在上涨结构8，等它结构9出现之后，判断一下中继还是高位的问题啊，这个我就不再给大家重复了。那么英特尔什么时候呢能恢复像正常的这种上涨？我觉得它还是得干嘛？收阳线，重新的站回到这个缺口之上，136块2毛1啊，它能再收一个阳线，重新站回到这个缺口之上的。那就说明了英特尔它在这里有受到冲击，但是冲击不大，那就没有问题，它还会恢复这样的上涨。那相反，假设说它真的就是出现的这一根，假设说它在这里出现的9号 K 线，确实来讲它就是一个高位9结构的，那么短期它肯定要回踩一下。当回踩了啊，有特朗普的背书以及有 SpaceX 的背书，我就觉得回踩机会大于风险。好，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话呢，就是SOHO啊，SOHO没有什么好说的，既没有突破呢这一个蓝烛的高点，又没有回调到缺口的位置，所以呢，想要进场的再等等。蓝烛的高点84块3毛钱，所以现在呢突破买点已经消失不见了啊，现在就等着它在这里看一下能不能回调到缺口的位置。因为它现在其实是一直呢有酝酿这一个聚宝盆的形态，只是说它没有形成。上一轮它是非常干净利索的，直接形成，然后咔的起来。但是它最近的话是一直呢有在酝酿。第二个去看的点啊，就是SOHO从这个高点往下去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个下跌缺口、2个下跌缺口、3个下跌缺口，都是未回补的。其实这个缺口也勉强可以算是一个缺口，因为它在这一天当中有补了一下，但是也可以勉强算啊，算是下跌过程当中出现了4个呢下跌缺口。按照我们讲的一个波段行情走4到5个缺口，现在来看应该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想要进场SOHO的学员啊，要做好准备了啊，不是说现在让你买啊，要做好准备。什么时候你看到呢它的下跌缺口啊，假设说像这个缺口它在3天之内给它补上了的，那么它就是一个空方弱势多方的反攻的缺口，那么基本上来讲就底部可能就出现了。
OK， 那接着再给大家呢稍微去讲的就是 HOD。HOD 我一直给你们讲到的两个关键的价格啊，好久之前就给你们讲了啊，包括在最近6月22号的时候开盘前也给大家讲过，它关注两个价格，一个呢是 0.5 的这个价格，因为当时我们讲了，它是它重要的一个支撑的价格，101块6毛3，跌下来的话，假设说呢就是收一根实打实阴线，把它跌破了的，那我们就先止盈离场啊。今天最低价来到101块03。啊，跟我们讲到的101块6毛3的价格仅差了6毛钱，收盘价最后是收到了103块2毛5，所以虽然今天是一个假阳线啊，有下跌，但是它是站回到支撑位置上的，所以我觉得有的学员你可以暂时再去拿一下下。那么往上去看的关键的价格是多少？110块6毛3，这一天有点到吗？有啊，最高价它是触及到了这里之后反跌回来的。所以 HOD 的话呢，现在操作策略还是一样，它要么选择向上突破110块6毛3，然后打开上涨空间，要么呢，它又给我跌破 0.5 的这一个价格往下呢去调整，两个价格都没有选择突破跟跌破的，那你就再等等。而且现在能看到 HOD 呢，它也是一个上涨结构8。等结构9出现之后呢，你再去判断也行啊。如果你觉得这两个价格离得太远的情况下，那你等9号 K 线出来之后，你再去判断买卖点也可以。OK， 这个是讲到的 HOD。那接着呢，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 ARM。ARM 的话，我们在周末视频有明确给大家讲过了，因为它当时在这里就涨了这么多啊，出现了这一个十字星啊，跟前面这个位置很像，我当时还跟大家讲要注意一下啊，就是要不要往下去调整的空间。在6月21号的这一期视频，我应该很明确的跟大家讲过啊，它在下周来一根实打实的阴线，把多少它的一个低点423块6毛2的价格给跌破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它短期是有往下去回调的需要的，已经很公开的跟大家讲过了，它在这里跌破十字星的低点，就是呢它的423块6毛32的，它就要有往下去回调的需要。讲完之后，周一它是在这一天平开完之后往下砸的啊，之后收盘价是已经跌破了，所以起码来讲啊 ，ARM 的话，呢，你只要有关注我们视频的，那你应该来讲会在这个位置当中选择止盈离场。那今天的这一个10%的一个大跌，它就跟你没有关系。现在呢 ，ARM 回调到多方带的位置了。看一下呢，它在这里能不能像前面这几次一样啊，每一次回调到多方带，它都有了更好的一个上涨。那你就要看一下它在多方带的位置能不能出现我们讲到的6种止跌形态。哪6种呢？一个的话是机构低吸转为做多的这种形态，还有一个呢是中大阳线啊，涨幅大于3% 以上的，而且是实体比较漂亮的阳线。那第三个的话呢，3日底分型形态。第4个的话呢，阳包阴形态。第5个带有长下影线的这样的 K 线，以及向上的跳空缺口能出现的情况下，那就说明呢，它在这个位置已经止跌了，它要起了。没有出现这样的形态的，那 ARM 呢，我们就再等等。所以现在想要进场 ARM 的啊，我们讲到的6种止跌形态能不能出现？你可以看一下啊，它其实今天的话呢，最低价它是采集到了这一个飘带中轴的位置之后，收盘价收回去了一点点，说明它的支撑来讲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看一下它能不能止跌吧，能止跌之后再进场，没能止跌的，那我们就再等等。那么往下的过程当中，相对比较不错的支撑的话呢，可能就是在缺口这里啊，大概来讲在344块6毛8到350块04的这个价格，它没能在中轴的位置出现这6种止跌形态的，那估计来讲它应该会去补一下这个缺口，补完了之后呢，它再起来。所以想要进场 ARM 的，关注中轴以及缺口的位置。好，那接着再给大家呢去讲到的 ARM 的60分钟图，60分钟图上出现了价格便宜的型号，它其实在上边的这个位置当中有出现过蓝烛，而且又是一个呢9号 K 线，但是它没有突破啊，它没有突破，所以这里不构成买点信号。然后今天大跌下来了之后，现在的话在尾盘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价格便宜，未确认啊，没有确认，那你就再等等。啊，看一下它能不能像前期这里一样啊 ，AM 跌到前期的这里的时候，
既出现了价格便宜，又出现了聚宝盆形态。这两个形态是我们在60分钟图以及在30分钟图当中一个非常漂亮的建仓买点形态。基本上它用在强势股当中，尤其呢在60分钟图上，只要一出现，它后边都会有比较不错的反弹行情啊。虽然它不一定能形成这么大的一个上涨，但是只要出现，它的一个涨幅都还不错。当然如果说我在这个位置当中啊，我没有白色 K 线的该怎么办？因为团队的话呢，觉得就是 Josie 的生日快到了啊，然后想着就是要不要给大家一个小惊喜，所以我们就是在讨论说，对于那一些没有系统的学员啊，要不要就是给大家呢开放一个月的这种体验啊？当然，因为体验它需要收这一个数据费，它肯定呢也是需要去收费的，但是可能呢就是意思意思的收一点，主要是让大家去体验一下，看一下它呢合不合适你。但是我不确定大家呢想不想要去体验。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去体验的话，你们可以在直播间当中给 Josie 呢回复一个6啊，然后统计一下啊。OK，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黄金期货啊，有学员问到的，对于黄金怎么看啊？黄金的话呢，就是价格不错啊，当然在这里价格确实不错，但是没有达预期，就是我会等到呢它在这里再一个下跌之后再去进场。起码的话呢，我会想着它可以去干嘛？触一下前面的这一个价格便宜的一个低点，甚至于呢能再创一下新低之后呢，我会觉得这里呢才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买点。所以对于这一个黄金的话呢，现在个人的观点没变，价格不错，但是未达预期。我觉得它最好呢能去触一下这一个前低的价格，大概来讲4046.2的这一个价格之后。最好能再创一下新低，我就会觉得会比较漂亮。没有出现这样的形态的，我会建议大家呢可以再等等啊。你看一下啊，黄金自从这里出现了这一个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的信号，到现在跌的真的足够的多啊。除了这里有一波反弹之外，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出现止跌的信号，所以再等等吧，看一下它能不能去踩一下这一个白色 K 线。可以的话呢，有出现机会的，到时候 Josie 呢再给大家去讲。所以想要做黄金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再等等一下啊。OK， 以上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到的所有的内容。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评论区给 Josie 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